提醒美军一句：某些擦边球最好不要打，比如说冒用民航的班机的身份来接近中国领空搞侦察。这种情况下，解放军一旦将其击落，美军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暴民说。今天的话题是美军单机穿航台湾海峡，尽显纸老虎本色。美国海军的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飞越台湾海峡，飞行途中故意开启航空识别器，沿着海峡中线由南向北飞行。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对美军机进行了查证和识别，并进行了全程的跟踪、监视和警戒。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屡屡在台湾海峡派军机军舰兴风作浪，给台独分子打气鼓劲，中方正式向全世界宣布，国际海洋法中根本没有国际水域一说，台湾海峡中线附近的海域完全是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台湾海峡最窄的地方约70海里，最宽的地方约220海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国内法，台湾海峡水域由两岸的海岸向海峡中心线延伸，依次为中国的内水、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也就是说，台湾海峡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公海存在，更不存在美国的什么国际水域了。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完全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同时也尊重其他国家在台湾海峡的合法权利，无害通过权。一直以来美国总是宣称台湾海峡大部分海域是国际水域，美军有权自由航行。这个所谓的国际水域完全是美国自创的概念，用来指领海以外的所有海域，包括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公海。美国认为自己的海军实力强大，为了既行使航行霸权，又规避其应承担的国际法义务，所以自创了国际水域这么个概念。中国当然不会理睬美国的这一套把戏了。在台湾海峡，其他国家的舰机是享有无害通过权的，而美军的舰机在台湾海峡航行基本上都是有害通过，完全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条第2款中明确地描述着12类有害通过的行为相符合。美军出动的海上巡逻机从南往北穿行台湾海峡，目的是搜集中国的情报，是使中国的防务和安全受到损害的行为，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明确的12种有害通过行为的第3种。对于这种行为解放军当然有权进行干预。据报道美军的这一架海上巡逻机进入台湾海峡上空以后，解放军立刻派出作战飞机前去查证、识别和监视。美军这一次派海上巡逻机来穿行台湾海峡，是对中方关于台湾海峡定性的回应，表明美国政府不承认中国的立场。但是我们注意到，美军在台湾海峡的活动比早年那是收敛多了。上世纪90年代，美军甚至派出完整的航空母舰战斗群穿行海峡，现在基本上是派单机单舰来意思一下。这种变化与我军实力的增长，以及我军在与美军较量中的坚决果敢的行动有直接关系。2003年4月1号，中美军机在南海对峙，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撞击事件，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伟英勇牺牲。这起事件让全世界看到了美国要是继续肆无忌惮地对中国搞海上窥探，是真的会引发军事冲突的。当时只是因为中国军方比较冷静，如果是俄军，那美军 EP-3 侦察机上的24名机组人员搞不好就通通见龙王爷去了。从那以后美军对中国的领海的窥探和侵犯虽然还在继续，但是多多少少是收敛了一些，毕竟美国人他也是怕死的。台湾海峡实际上是一个极好的空海设伏区，面对中国沿海一线密密麻麻的军用机场和无数的值班舰机，如果美军的作战飞机和军舰一旦进入了海峡并闯了祸，那绝对是插翅难逃。美军现在的策略就是尽量的用没有攻击能力的大型机
来中国沿海周边活动，绝对不进入中国的领空。这样既完成了政治作秀任务，又保证了自己一方人员的安全。这样的自由航行，除了烧钱消耗美军的军费，我看不出它还有什么更大的好处。提醒美军一句，某些擦边球最好不要打，比如说冒用民航班机的识别号码，冒用民航的班机的身份来接近中国领空搞侦察。这种情况下，解放军一旦将其击落，美军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